段景瑜从来看不上我和我妈，在我被他的好兄弟起哄扒下衣服时，他也只淡淡说别玩出人命了。后来他红着眼眶问我疼不疼，我笑着将香烟按在他手腕上。晚了，从我妈带我来段家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我那名义上的哥哥并不喜欢我。他站在楼梯上，高贵的像是童话里的小狐狸。我抬起头，只看见他矜持的下巴尖以及眼里闪过的不明意味的光芒。那时的我敏锐地察觉到他令人不悦的审视，但还年幼的我并不明白那样的表情代表什么。若是硬要找出什么形容，那像是有钱人对于路边摊上摆放的破烂玩偶的眼光。于是在母亲拉着我向他问好时，我怯懦着不愿上前，只小声说：哥哥你好，我叫秦淑韵。也毫不意外地收到了他的一声冷哼，别这么叫我，我没有妹妹。在段家的生活如履薄冰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吃一顿早饭要有那么多人准备，长而大的餐桌上的菜肴让我眼花缭乱。我也记不住那些古怪的吃法，冗长枯燥的餐桌礼仪。偌大的别墅区，没有小孩愿意带我玩。骄傲又漂亮的小狐狸，无论是外貌、家世还是学识，都是一群孩子里最优秀的。于是他们将他的话奉为律令，连带着也对他讨厌的我退避三舍。在母亲为他准备的生日宴会上，母亲端来蛋糕，烛火映着他恬静的脸庞。他对段景瑜温柔地说：景瑜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在一堆小朋友的祝福和欢呼声中突然想起来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温柔地对我说过话了。以前母亲会把我抱在怀里，给我讲睡前故事。她曾经为了父亲与父母决裂，像菟丝子一样的他，一旦被抛弃就无法活下去。我记得他带我回了家，在巨大的铁门前站了整整1天才被允许进入。他恨父亲抛弃了他，恨年轻愚昧的自己，也恨不忠贞的如同谎言的爱情。于是我成了他那段失败婚姻的证明。他从一开始对我痛苦打骂，变成了现在的无动于衷。但我看见他怀里因为愤怒而脸颊涨红的段景瑜，他用力挣开母亲的怀抱，蛋糕也毫无悬念地被打翻。他说：你不配成为我的妈妈，我不需要你来照顾，你和你的女儿都让我感到恶心。那场生日宴会成为了一场笑话，笑话的主角只有我和我的妈妈。段父给我办好了入学手续，和段景瑜是一个班。老师一早了解了情况，于是在自我介绍后问段景瑜：秦淑韵同学刚来，还不熟悉情况，就先坐在哥哥旁边，让段景瑜同学下课带你去逛一逛校园吧，可以吗？我捏紧了书包带子。他果然举起手，她不是我妹妹，我也不想让她坐在我的旁边，很烦。班里同学窃窃私语，带着好奇和疑惑看着我。不谙世事的孩子最天真也最残酷。自那以后，学校里流传出我是坏孩子的消息，他们说我的妈妈会破坏别人的家庭，如果和我玩，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会分开。再加上大家都崇拜次次能拿第一的段景瑜，而刚刚转学过来，甚至连科学课上最普通的器材都不会用的我，自然得不到大家的喜爱。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，也没有人愿意和我做同桌，甚至他们会告诉不清楚的小朋友，别和他玩，他是个坏孩子，会让你的爸爸妈妈分开的。他真是个土包子，连仪器都不会用。众星捧月的段景瑜总是会在这时路过，发出意味不明的哼笑。在来我们家之前，他都没有见过这些吧？每一天在学校里的时光都成了煎熬。段景瑜用这些行动将我贬低得一无是处，他在表达对我和妈妈的不满。段景瑜每年总会有那么2-3个月的时间去他外公外婆家小住，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喘息时间，不用随时戒备着被捉弄，不用担心被人嘲讽，也不用担心随时会提前出发的车子。那种看不见的打压和蔑视是刻在骨子里的，让人感到耻辱和痛苦。我知道妈妈不会管的，他的父亲也不会管的，我不值得让他们这么费尽心思。于是他们只能故作慈爱的一遍一遍宽慰我，哥哥还不懂事，我们运乖，再忍一忍，再等等哥哥好不好？除了点头，没有其他能让他们满意的答案了。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快点长大，离开这个家。高中时期，我和段景瑜仍旧在一个学校，不在同一个班级。他也不再那么幼稚的去想尽办法找我的麻烦。他是被众人夸耀追捧的年级第一，而我继续做我的普通人。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觉得很好。我从没有那么自由过，不必被人比较、讨论、猜测。在人群里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，而不是被段景瑜讨厌的季美。哎，同学，找一下你们班的秦淑韵。听见我的名字，我抬起头，认出了那张脸，他的左眉梢有一道浅浅的疤，是周岩。我知道他，段景瑜的好兄弟。如果说段景瑜是他们那个小团体里隐形的领头人，不需要发布指令，却没有人能看清他，那么周岩就是那个团体里明面上的领头人，也是那群只会吃喝玩乐的公子哥里最疯、最危险的那一个。我上次见他是在宴会上，当时我锁在角落里，刚刚听说完周岩赛车时故意撞烂车头的疯子事迹，就碰见了周父训斥周岩的场景。他的脸被父亲扇得偏向一边，很快红肿起来。我躲在角落里，却看见他的眼睛看向我的方向，黑色的眼球透不出半分光亮，露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。他像是找到了什么好玩的玩具。我知道他不会轻易放过我。他没有压低音量，
同学们果然露出了好奇的神色，开始窃窃私语。可他只是笑着说了一句：“长得不错嘛。”周岩的女朋友多到数不清，却都不是什么简单角色，甚至每次他的暧昧对象之间都会发生腥风血雨。尤其是他进来的女朋友，有颜有钱，算是明辉中学里人人都知道不好惹的骄纵大小姐。他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我拉入漩涡。于是这场带着恶意的霸凌开始了。最开始只是疏远和孤立，身边形成真空带，这对我来说并不算太难熬，甚至还有些熟悉。再然后是被撕碎的书本和作业，扔在后排拖地水桶里的文具。我曾经试图找过老师，起初老师还会制止，后来他开始露出不耐烦的神色，他疲惫地看着我，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呢？那一刻，和幼时被段景瑜欺负后我向母亲告状的情景重合了。母亲说，你为什么不想想哥哥为什么不喜欢你呢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曾经牵住他的衣角而被狠狠拍开，为他做的蛋糕被扔进垃圾桶，所有费尽心思的讨好都是让他感到厌烦的垃圾。因为不够合群，不被喜欢而被欺负排斥，就一定是我的错吗？他们愈加过分，我曾几次裹着被污水浇透的外套拉开停在小巷口等待我的车的车门，车内温暖干燥，有股淡淡的好闻的香薰。段景瑜总是已经坐在车内，他没有那些会绊住他脚的麻烦事。他穿着干净的校服，淡淡的看过来，只一眼就让我脆弱的自尊心无所遁形。所有的这些他都知道，可他只是看着，不参与，也不阻止。他平淡的像是在说今天吃什么一样开口，陈叔，给他拿条毛巾。太脏了。看见器材室里的一群人，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一起搬器材的同学因为肚子疼先离开了，只剩下我。推开门，看见为首的周岩和他的女朋友，我的腿像是灌了铅，恐惧一点点地吞噬我。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。段景瑜只站在人群之外，他侧头看向窗外，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长长的睫毛投下阴影。但我知道他和那群人没有任何区别，不过假惺惺披了层人皮罢了。周岩的女朋友笑着凑近我，想掐住我的下巴，把我的脸抬起来，被我拍开了。我别过脸，听见他戏谑，哟，好有脾气啊。我闻到他手指上沾染的女士香烟的味道，那半截烟仍然夹在他的指尖，闪着猩红的火光。好学生是不是都很乐于助人呀？他笑了，咧开猩红的嘴角，能不能帮我把烟扔一下呀？我只想赶紧离开，点了点头，表示可以。身后的几个女生却忽然钳住了我，挣扎间我听见她的声音，忘记了香烟还要摁灭，抱歉了，还要麻烦你。她将香烟摁在了我的锁骨上，太疼了，甚至一开始感觉不到疼痛，而是麻木的冰冷以及升腾而起的皮肉焦糊的味道，随之才是猛然出现的疼痛焦灼。我挣扎着，却好像永远挣不脱那几双手，额头冒出巨大的汗珠，打湿了刘海。模糊之间，我听见他们的笑声，那么刺耳。而段景瑜始终看着窗外，漆黑的瞳孔映不出半分阳光。他听见我的尖叫，听见他们的玩笑，他通通不在意。他也是那个不可饶恕的加害者。这些只不过是开始。他们被钱色掏空了皮囊，只能用那些下流的可耻的语言来掩盖自己的无能。他们还是人？不是了，他们是畜生。他们将我拽进男更衣室里，抵在角落，调笑般的喊叫起哄，拖呀拖呀，太屈辱了。围在中间的我像是一块烂掉的腐肉，或是动物园里的猴子，被他们评头论足。等到不知道是谁的那双手扯上我的衣领，我条件反射般开始尖叫抽搐。许是我太过狼狈。我听见段景瑜随口的一句话，淡淡的，别玩出人命了。多可笑。我拼命地努力地想活下去，却比不上段景瑜施舍般的一句话。我只是想要平凡普通的生活，不会再有人因为我的身世嘲笑我。被撕扯坏的衣服，被按进的腐臭的污水，轻佻羞辱的巴掌。我的情感撕扯着从高楼上跃下，狼狈地摔成一滩烂泥。理智却不甘地想要活下去。为什么那些坏人不会痛苦？该死的不是我，是他们。可我太弱小了，无谓的反抗在他们看来更有趣。我是被他们碾碎的微小蝼蚁。我抬眼看见段景瑜，他立在层层叠叠的人群之后，阳光映照在他身侧，洒下淡淡的光辉。暖金色的阳光模糊了他的轮廓，他好像浑身都要融进那束光里了。他像是掌控人生死的神奇，慈悲又冷酷。可我知道他是披着人皮的恶魔，但哪怕是地狱，也远比现在好。救救我吧，段景瑜！哪怕是和恶魔做交易，我没错。我只不过是想凭着段景瑜这条大腿活得更轻松一点。他的一句话，哪怕是指头缝里露出来的一点东西，也足以让我好过多了。所以我开始示好，从一开始永远在包里为他准备的早餐，到后来佯装愚笨请教的数学题，笨拙却又明晃晃带着目的地示好。他看得出来，我也知道他看得出来。便是这样，他才会分我几分注意。逗趣也好，解闷也罢，
当他的注意力落到我身上时，他那羽翼落下的阴影也就遮住了我，而我恰恰最需要如此的庇护。我曾经以为段景瑜没有心，否则怎么会次次看我时都像是看一颗漂浮在空气中的尘埃，不见悲喜。自他少年期便不再明显表示出喜恶，那些明晃晃的恶意像是一场噩梦，梦醒之后只有我被刻上了晦气的烙印。可他竟然也是可以被打动的。一开始偷偷放好的温热牛奶，我总是能在垃圾桶里找到他们的身影，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。后来某一天我故意没有放下那瓶牛奶，我看见他出现在窗外的身影，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亦或是重新开办的生日宴上，他向我伸出的双手。讲解题目时，我耍无赖般埋在臂弯里的脑袋，他自以为看透我虚弱廉价却有趣的灵魂，而我趴在他的身上汲取他的养分，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我竟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在我的母亲嘴里听见，看看景瑜和妹妹感情多好啊。大家都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在这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虚伪残忍的可笑。谁说方法俗套，有用才是王道？段景瑜微微低头看着我，眼里闪着不浓烈但也无法忽视的喜爱，像是附在雕像上的恶魔挣扎着长出血肉。他不知道等着他的是无尽的地狱。周岩的捉弄无意之中少了不少，我不知道是段景瑜在其中挡下了多少，我也不在意，这是他很早就应该做的，我的哥哥。但我乐得我的生活变好。周岩和段景瑜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，像是原始的动物世界里，一群狼只能由一只头狼引领。在这群站在金字塔的公子哥群体里，甚至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动物的本性。只不过以前的周岩充当着头狼的角色，而段景瑜只隐藏在其身后。而现在段景瑜的几次干涉，估计是惹怒了周岩。那个疯子不会允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，他亲自来找我，拽着我的衣领将我扯出教室。他眼眶通红，太阳穴的青筋暴起，扼住我脖梗的那只手力道大得像是要掐死我。他显然是气急了，羞辱质疑的话一连串的挤进我的耳朵。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一只阴沟里爬上来的老鼠，除了脸还有什么东西可看？我倒是很好奇你有什么能耐，竟然把段景瑜都迷得五迷三道。怎么，你趁半夜偷偷爬上了他的床？他甚至不再像往常一样驱使着那些手下的小弟来欺负我，也无法再维持往日里的云淡风轻。氧气稀薄之时，没有害怕，我竟然感觉到酣畅淋漓的痛快。我何德何能让周大公子花费如此心力？周岩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熟悉的嗓音是段景瑜，这10几年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爆粗口。周岩被一拳打翻过去，扼住我喉咙的手松开，氧气疯狂涌入的瞬间，我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带着眼眶酸涩流出眼泪。我敢肯定，这幅鼻涕眼泪乱流的画面一定算不上多好看。可一向洁癖的段景瑜按住了我的肩膀，他帮我细细顺着气，又拿出自己的手帕替我擦去那些污秽物。爬起来的周岩自然不会受这一口气，他迅速反击，冲向了段景瑜。我冷眼看着他们扭打在一起，还有一拥而上劝阻的同学，这是他们该受着的。无论是加害者还是旁观者，都该承受我承受过的痛苦才是啊。很快，段景瑜占了上风。我知道他的学习和格斗都请来了专门的老师指导，是段家真金白银堆砌出来的天之骄子。战局几乎是毫无疑问，段景瑜压倒性的优势，许多只手拦住了他。一片混乱之中，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句：“老师来了！”于是，作为当事人的我恰好倒地，将事情发酵至高潮。不是意料之中的坚硬地面，带着干净洗衣皂香气的怀抱接住了我。我被几个同学带去医务室，最难处理的不是我，而是那几个大少爷。在医务室里偷来的难得的清静中，我睡着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看见了床边端坐着的段景瑜。虽然他占了上风，但在缠斗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受了几拳，嘴角青紫一片。冷淡者的放肆才尤为可贵。我看见了他眼底的疼惜和无措，还有愧疚。我知道这一次的主动权终于落到我手里了。我没有说话，他也保持沉默。在这一片状似沉寂的交锋中，他率先败下阵来。段景瑜开口，带着久未言语的沙哑：“对不起。”我们都知道他在为什么道歉。原来他也知道之前那些附加在我身上的迁怒，我所因此受到的屈辱，都是因他而生的无妄之灾。原来他也会感到抱歉。我不要故作大度地原谅这些人，段景瑜现在的愧疚是我仅有的筹码。我看着他，如同他以往一般无情，落下了他最后的铡刀，我不想原谅。眼泪是我最后的武器，我把它化成绳索束缚囚犯。在我的哭诉中，我是那么的脆弱无辜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，我不过是一个倒霉的被他们盯上的人，我没有任何错误。我看着段景瑜愈发疼惜的眼神里，在他的臂弯里知道，我成功了。这件事情不会被轻易解决的。段景瑜代表了段家的颜面，他的父亲那个高傲的男人也不会允许有人来挑衅他的尊严。于是仅仅一次可以说大也可以说小的斗殴事件，因为主人公的身份而变得格外棘手，甚至演变成了两个家庭之间的针锋相对。两家的不断施压让老师找到了和事情源头相关的我，
他变得那样慈祥，老师知道这件事应该是误会，男同学之间的彼此打闹，秦同学也能够理解的是吗？可我也记得那张扭曲可不带着轻蔑神色的面孔，说我是轻佻活该才落此下场。于是我看着他，故作为难地摇了摇头。老师也知道，我一个普通学生能有什么办法做主呢？后来周岩被他的父亲压着头到段家道歉，我看着他红肿的面庞，不情不愿低下的头。那以往将我的头按进水池里的施暴者，原来也会有如此怯懦软弱的时候。我听见他含混的声音，对不起，段景瑜。段景瑜站在我身后，声音清灵，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他愤恨地看了我一眼，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我这样的老鼠不配吧，可他还是要道歉，对不起，秦书韵。我没有回答，反而扭过头看着段景瑜笑了，意味不明地说，真狼狈啊，是吧？我看见了段景瑜一瞬间惊愕的神情，他只以为我是猪柔软的菟丝花，可他又很快温柔地笑起来，像是毫无底线那般应和我，是啊，他所在我身上付出的那些情绪和心血已经没办法收回了。段景瑜反常地开始清算那些曾经的施暴者，而段父也乐得见到这样的场景，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如同他一样冷酷果决。我看着他想要极力弥补什么的态度，只觉得可笑，太迟了。不过的确该承认的是，段景瑜算得上一把好用的刀。后来听说周岩以及那一伙人被父母送去了国外，不过国外可不比这里时时刻刻有父母护着，依照他那个性子，总是要吃苦头的。听到那个消息以后，我摸着自己锁骨上的那块疤痕，镜子里的烫伤可不狰狞突兀，一个凹陷下去的洞眼承载了所有的痛苦。人人都知道段家的兄妹关系和睦，段景瑜将自己的那个继妹如珠如宝地疼着宠着，因为段景瑜的维护，我的生活的确好了不少。我有资格和他一起上各种课，学习格斗，就连妈妈也对我的态度好了一起来，因为我竟然拉拢住了段景瑜。每个人都乐意维护这虚假的和平，粉饰太平。我感谢这个家庭养活了我，但我仍盼望着能早点脱离。我考了不错的分数，是有希望和段景瑜念同一所大学的。他兴致勃勃地规划未来，里面有我的位置，在我听来却觉得可笑。我怎么可能会把一个加害者规划进我的生活？所以我没有说话，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其他学校相对更好的专业。我很理智，也没有赌气，毕竟段景瑜还不值得我用前途去赌。我很清楚，如果勉强和他去了那所高校，也不过是压着及格线的冷门专业。得到录取结果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眼底遮不住的惊讶和愤怒。果然，他眼眶猩红，问我们不是说好了去一个学校吗？我笑着看他，摇了摇头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答应你啊，哥哥。我这般无奈，倒衬托的他像是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心里倒有些暗暗苦恼，照这样下去，恐怕离开段家会很麻烦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和段景瑜还是去了不同的大学，可段景瑜仍然像是永远逃不开的阳光，哪怕是在不同的学校，我也总是听见他的名字。不同于高中时期的避我如蛇蝎，竭力隐藏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总是来学校看我，周围不少的同学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看我的眼里隐隐带着些羡慕。曾经我有求于他，才装乖蜷缩在他的羽翼下，可现在我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厌倦。我怎么可能原谅他？他是我痛苦的原罪。所有的关心讨好在极度的厌恶下都成了带着腐烂鲜花的污秽。我看着他愈发显现的独占欲的小心思，他极力想将这层关系掩埋在兄妹的保护膜下。多么大的一桩丑闻，我不敢想象爆发出来时会有多么振奋人心。于是我接受了母亲安排的相亲对象，也是段父中意的合作对象的儿子。这是段父授意的，是他给我的警告，也是我给段景瑜的行为信息。他提醒我该注意那过度模糊的界限了。我坐在西装革履的男人对面，孟佑恒是段家新项目的合作对象，也算是新贵，也是段父曾经夸赞过的有为青年。男人坐姿端正，是十足的绅士风范。秦小姐，你好。我点了点头，你好。他开门见山，我想和您达成合作关系。我挑了挑眉，示意他仔细讲讲。我希望可以和您结婚或者订婚，只需要2年的时间，时间一到，我们就可以立刻离婚。您知道的，这是个双赢的方法。我可以和段家达成更加牢固的利益关系，你也可以拜托段家和您的哥哥。您知道，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的，而我是其中之一。能查到这些，他的确不简单。我也知道，孟佑恒说的没错，单凭我自己想要摆脱段景瑜太难了。联姻无疑是最快最方便的方法，但能够承受住段景瑜压力的人太少了。可我不喜欢做没有好处的事。事情结束之后呢？离婚之后，我当然会给你一笔补偿金的。好啊，我笑着应允下来。在餐桌上，许久不见的段父特地回来一同用餐。他问小韵啊，你觉得孟佑恒怎么样？我余光瞥见段景瑜的脸色忽地暗下来，放在餐桌上的手指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。我咽下嘴里的食物，笑着回答，很不错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可以尽快订婚。是碗筷落地的声音。我不同意。于是餐桌上的气氛凝滞了。段景瑜略带急促的开口，连感情都没有，怎么能这么着急的订婚呢？
段父的脸色骤然严肃，带着警告：“段景瑜。”然后他笑着看着我，点点头，这样也好，订完婚以后再培养感情总是没错的。我点点头，看向母亲和段父满意的脸庞，选择性忽视了段景瑜垂下的头。我在阳台上吹风，手里夹着细长的女士香烟，偶尔来上一根，可以减轻压力。听见身后传来的声响，我吐出嘴里的烟雾，看着淡灰色的烟雾缓缓升空消散，紧接着是长久的沉默。他终于忍不住先出声：“舒韵，你是真的要结婚吗？”我看着他，眉目间已经褪去了最初的青涩。是啊，他曾经视我为灰尘污渍，是他骄傲一生的污点。爱令高傲者低头，可他的高傲曾经是刺向我的尖刀，让我鲜血淋漓。他如今眼眶通红，像是要碎掉一般。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会帮你的，我可以。到最后，已经成了他说服自己的喃喃自语。我冷眼看着他，要他痛苦地剖开自己的心，要他承受理智上的痛苦，看他自欺欺人的挣扎。他终于死心沉默时，我开口：“哥哥，你为什么这么不愿意我订婚呢？”为什么呢？哥哥这两个字，注定一生让他的情感定在耻辱柱上。可黑夜让理智消失，仿佛可以宽恕一切罪恶。他抓住我的衣袖，像落水人的最后一根浮草。我喜欢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们不是真正的亲兄妹，不是吗？就当是为了我，为了你自己，不要这么草率的订婚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腕骨上突出的那颗小痣，做出最后的审判。不好，我不喜欢你，不会也永远不可能喜欢你。他痛苦的挣扎，却不知道一开始就在我这里判了死刑。我不可能喜欢上一个加害者、施暴者。你明知道我是无辜的，却仍要迁怒我。我能够决定我的家庭吗？能够决定父母之间的婚姻吗？我也是无辜的，我当时也不过6、7岁的年龄，却要承受你带来的讽刺、暴力、孤立。难道没有插手就是无辜的吗？你是我苦难的原罪。爱可以宽恕一切苦难自卑，但不包括恶意而起的伤害、讽刺、轻视。爱可以消解痛苦，却无法化解过往时间里产生的语言、行为暴力，那是融入血肉，一生未可知能否消失的疮疤。没有人能替我原谅，他们也不配我原谅。如果不是当初我讨好你，让你对我态度好转，你猜我现在会怎么样？段景瑜，现在让我原谅你，爱你，晚了。我将未燃灭的烟头按在他的手腕上，那颗小痣消失不见了，随着是他条件反射的颤抖和掩藏在唇齿间的闷哼。我总结，你真让我感到恶心。离开时，我看见掩藏于落地帘窗后的高大身影，露出了一抹微笑。我要段景瑜尝尝同我当初一样被周围唾弃、被父母指责、被亲人质疑的滋味。两家都希望合作，要让这场订婚办得既迅速又盛大，毕竟不能丢了两家的脸面。而段父自从听到了那晚的对话，他开始有意无意将段景瑜外派，让他隔三差五出去处理事务。对外说的锻炼是假，怕他在婚礼上闹出岔子，恐怕才是真。给他的也不过是些零零碎碎不打紧的工作。虽然段景瑜在圈子里的这一代也算得上是佼佼者，但是和段父比起来，他的反抗仍旧是浮游汉数。那个男人仍旧牢牢把握着自己创建出的商业帝国。我订婚的那天，段景瑜恰好被外派，或者也不能说是恰好，甚至连今天订婚都没有人告诉他。临走之前，他仍希望我能够回心转意。我走进厅堂，服务生替我拉开大门，我却觉得有些眼熟，察觉到我的眼光，他瑟缩了一下，看见正脸，我才惊讶地发现他是周岩。订婚宴上的具体事宜基本都是孟佑恒着手操办，他竟然把之前的那群人也买好给我了。我只知道当初他们大多被自己的父母送去国外，再加上段父认为他们挑衅了段家的颜面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，也就渐渐没落了。而今他瘸了一条腿，脸上不见之前的轻蔑神色，只剩下被生活苦难磨砺出的瑟缩。原来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甚至离开了富贵家庭的粉饰之后，只剩下了一具腐臭的烂壳子。原来当时让我那么害怕的人，也能这么弱小。他从金字塔顶坠落，而我穿着他1年工资都买不起的礼服，等待着他替我开门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他如今成了他往日最必不可及的人，要为他曾经最看不上的人服务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比打他们一顿更令他们痛苦。我笑了，迈进大门的那一刻，模模糊糊听见有人高喊不要，可我要和当初的自己告别了。我在身后远远甩开的，匆忙赶出来的段景瑜被段父带来的保镖压在地上。宾客们有一瞬间惊讶，可却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，当作没看见这场闹剧。他们笑着拍手，称赞着台上的新人真是绝配。我挽着孟佑恒的手臂，看见半跪在地上挣扎的段景瑜，我看着他没有半分感情，一如最初见面时。后续我和孟佑恒在2年之后结束了订婚关系。不得不承认，跟着他我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他的确是一个好老师。分手时，他按照之前的约定给了我应有的好处，而我拿着这些钱去了一个环境较好的新城市，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餐饮品牌。我很快乐，也很自由。我的逃离不再是因为痛苦和恐惧，而是因为我对于新生的追求。
我在创造价值中实现了自我救赎。当我成为大人时，我才明白，当初的一切不是我的错，那些指责我的人，不过是因为太懦弱了。弱者总是挥刀向更弱者，那只是我的一段经历，它让我更强大，而它并不能否定我、恐吓我。我资助了山区的一些女孩，也去各地旅行。我终于知道，世界是那么大的，那么包容的。当你痛苦时，请再坚持一下，看看这个世界，彩虹总会出现。所有的自己都是最好的自己。段景瑜番外，段景瑜自小就被告诉，他是段家唯一的继承，是众人仰望的大厦的拥有者，是金字塔的顶尖，没有人值得他弯腰。他的父亲在他幼时的记忆里是严肃恐怖的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连当时的面容也是模糊的，只能在照片中寻找的。只有周身气质令人畏惧，让他现在还记得。他的母亲是很可爱的女人，他总是喜欢伏在母亲膝头，听那些带着童趣色彩的小故事。他的母亲和父亲，严格意义上也是家族联姻，但因为母亲，这份婚姻里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温情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生活在爱、鲜花和掌声里的孩子，没有什么值得他在意和痛苦。他生来拥有一切，可后来母亲的去世，父亲为了事业的再娶，像是打破了这层温情的遮羞布。他听见家里的佣人说过，那个女人为了爱情和穷小子和父母反目，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可后来丈夫变心抛弃了她，那像菟丝子一样的女人无法存活，又回到了家，如同物品一样成了维系家族繁荣的一环。后来他们的确来了，那个女人带着她小小的女儿，讨好的朝他笑着，淑韵，快喊哥哥。那个孩子站在楼下，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带着好奇和畏惧，湿漉漉的看着自己。平心而论，那个孩子是可爱的、漂亮的，但他当时是讨厌的，讨厌那个孩子，讨厌那个女人，讨厌那些破坏自己家庭的入侵者，更讨厌他的父亲，讨厌这个家。所以他没有回应，而是冷哼一声，飞快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他不记得他以前是很希望有一个乖乖的妹妹的，他会给她自己所有的玩具，会好好保护她，把她打扮成最漂亮的小公主。他当时只是轻蔑地认为她不配，他那么傲慢，却没有想到那份傲慢在挥刀伤害其他人时，也在10几年以后杀害了自己。之后无数个辗转反侧、痛苦到无法入眠的夜晚，他都在后悔，哪怕是抱抱那个无辜的孩子，只将他当作妹妹保护。他是无辜的，而他段景瑜是该被良心谴责一生的，他的原罪